我不知道是不是東北人都這樣啊，就是我哪怕天天喝酒吃肉撐得根嘎的，但我有2-3天沒吃米飯或者面條，我就覺得我這胃裡空落落的。我現在呀都他媽快空着个31厅了，我寻思这可不得了，我这得趕緊做點下飯菜啊，這他媽再空2天空這個別墅了，上哪兒起房照去啊？這2個絕對是最樸實的下飯菜了，不用放肉，也不用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就直接連着湯汁扣在大米飯上。這飯碗你最好端起來扒了，那家蹭一嘴大米粒才香。但我還有個習慣，我要光扒了不動筷子，我手刺挠。我總覺得這飯稀里糊塗就吃完了，我就又烹了個鍋包肉，其實和蒜瓣和榨菜是一個作用。順道呢又拔4個地瓜，本來我尋發朋友圈用的，但就拔成這奶那樣，下回再見吧咱。要說下飯還得是咖喱，但我得說2句，我可以接受㧟一勺沒有肉只有湯，但我不能接受食堂㧟一勺全他媽土豆塊的做法。你這麼整，你可真不拿米飯當玩意兒。最後扒了一個台式菜，沙茶牛肉空心菜。哎呀，台式，我怎麼有點想我廣式老丈人了呢？來吧，吃香香了，沙牛空、鍋肉、紅綠燈、油煎、寧波、八卦、嘎牛，就這一桌菜呀，我整整燜了2斤米。我倆開了個局，就是今天吶，誰吃的少誰刷碗啊。我今天發一下這個燉肘的配方啊，按這料來，出鍋就是老湯肘子。完我用原湯掛點芡，再拌點蔥花，直接就爆包了。我發現那手勤快的吧，他就問你肘子配方是啥，還有那手懶但是嘴勤快的，他媽天天追屁股後的問我到底缺不缺奶。完說你要說了不算，那什麼，你再問問你爺。堅果奶包了一鍋老鴨湯，咱看看啊，你就說這鴨舌貴，我買了一整隻鴨子，這嘴裡掏的比我兜都乾淨。完了還做了一個尖椒釀肉和鮑魚燉土豆。我奶說正好你爺牙不好，他吃土豆，我只能委屈吃鮑魚了。然後做了一個魚香荷包蛋。我奶說有一天你要開飯店，一定把這個菜上上，小姑娘肯定願意吃這樣酸甜的，因為奶也年輕過。給奶烤了一鍋日式紅豆包，這個是新發現，這個確實挺好吃。他做了一份醬燜魚子茄子，這菜你信我，來人你做一次能給你家米缸吃空的。還燉了一鍋酸菜燉骨棒，我爺就願意吃酸菜，我奶就願意吃骨棒，就他倆這種默契讓我一度產生懷疑。我說爺，你是不是從來就沒吃着過骨棒啊？吃過怎麼能說肉不香呢？這事兒有道理嗎？沒有道理啊。完下雪了，我奶也不方便買水果啊，我正好趁着拼多多水果生鮮補貼，花1塊錢就秒殺到5斤雙溝級車厘子，個頭大，水分足，又甜又脆，個包個包汁。你瞅着我弟說了這個香啊，鏈接我放評論區了，咱們就趕緊掏它就完了。我爺呀，吃沒吃骨棒不一定，但這麼甜的車厘子，我估計我爺撈不着10個。來吧，香香的煎釀、爆豆、子啊、酸棒、肘包、鴨湯、魚蛋、紅餅、大餅、豆寶。行了，往奶家去了啊，記點今天教我們燉肘了。奶，你這個你也，我有點貪哈。吃吧，沒事。吃好。哎呦我這火鍋有點東西啊！我爸我媽絕對是曠世奇才，說下雨天涼了要吃點火鍋，我說吃唄，不正好還有一箱火鍋養生水嗎？他倆要正經吃一下子，給那石桌啥都拆了，完了給我大鐵鍋點上了。我服了，我見過拉雞乎吃飯的，我他媽沒見過拆家吃飯的，我都怕等會兒那柴火燒沒了，他倆給房子劈了點的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一頓標準的東北家庭火鍋，滿桌子全是盆，最小的是飯碗。開鍋了，我弟回屋求地蟹去了，他跟我二哥說那3你往前打打，那啥便宜啥貴分不清嗎？平時吃鍋子5個人得他媽吃出8個鍋底兒，我說今天統一一下子吧，今天咱就吃這個痛風鍋底兒。我姑說這個好，這個湯鮮亮，我先涮一根大果子，這給我氣的。我爸說他從小就這樣，大果子土豆子，等會兒還得來碗麵條子。我弟今天可是開荤了，悶頭吃肉一句話不說，我看着都膩。我說快來瓶好望水吧，這個新出的檸檬水挺好喝，甘甜爽口，跟鲜榨果汁似的，還加了佛手柑，整挺健康。這玩意兒他媽挺養生啊！養生？那你別喝了，你給我倒一杯啊！這火鍋還得是大鍋涮着爽，這邊剛撈出一盆，那邊就會往裡再下一盆。這鍋裡只要一直有東西，心裡就踏實。你看看這東北人的快樂是多麼的單純。後來晴天了，我就看着這口大鍋，再看這個小逆光和這一股仙氣兒，我只有一個想法，就是我沒白活呀。我姑說，那你進屋給我擀點麵條唄，我也不想白活。這涮鍋子最後來一碗火鍋麵，誰吃誰得勁兒。但我們最後吃着就聞一股糊巴味兒，我尋思鍋也沒乾呢，啥玩意兒糊了？我他媽低頭一看，我褲子燒壞了，媽這飯吃的。
我最近特別想吃豬肉脯，但是我看外賣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个，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还怕他们用的都是边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豬回来。我想看看这100%豬肉含量的豬肉脯在家做成本是多少錢一斤。然後我研究了一下市面這些產品，我發現最優質的豬肉脯應該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複雜。我們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麼在不加澱粉和食用膠的情況下，把這些小肉片最後能烤成一整張大肉片。這中間試錯了無數回呀，有一單因為風乾時間太長了，烤完吃一口差點沒給牙崩掉了。但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為豬長得並不隨人願，一條豬腿上適合切片的肉其實就那麼幾塊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麼做肉脯的。我發現好吃的關鍵是肉餡得剁，不能絞，這樣才能保留更多的顆粒感，並且在捶打過程中讓肉自然的產生一些膠質。這70多斤肉我們整整剁了1天，給耳朵都震聾了，然後還得再調味攪勁，幾天都沒咋睡呀，那只能說是功夫不負有心人。終於在第3天的夜裡，我們成功給我弟幹出高血壓來了。後來說讓老嫂們先歇一分吧，正好一起開個箱。我最近錄的視頻太多了，手機內存都不夠用了，就新換了個 OPPO Reno 9 512G 的大內存大容量，以後終於不用在拍新視頻之前先清一遍手機內存了。而且這手機用起來特別流暢，16G 的大運存，用4年都不卡頓。然後這肉餡需要給它擀成整張的形狀再烤，但是最經典的金錢幣形狀我們沒買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裡的水管。不過這純手工的金錢幣效率實在是太慢了，我們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個，給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尋思這不經典款嗎？怎麼幹出一種限量款的感覺呢？這肉脯據說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溫慢烤10小時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這麼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燒高香了。所以我買了個烤燒餅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給它烤到8分熟，然後再上炭火。這大家伙一來，那效率一下就上來了。而且我試了一下，這麼烤和純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沒什麼差別。後來炭烤的時候我還加了點果木，這肉本來就是鹹甜口的，現在又裹了一層果木煙燻的香氣，這吃一口口感可太豐富了，感覺滿嘴都是香味。然後我算了一下，因為在家做不用考慮邊角料的損耗，最後它的成本合到42塊錢一斤。這肉脯我們後來又晾乾了1天，現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別有嚼勁，吃這個太爽。特別是最後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後，在嘴裡嘬吧點油和味兒，這時候再抿上一小口熱水，我天，絕了朋友。完了，拍視頻讓家裡人刷着了，這他媽前2天端午掏我老窩來了，我怎麼感覺跟上班似的呢？就是你會的越多越倒霉。你就說扒蒜這事兒，不應該是聚會裡啥也不會幹的人幹的嗎？到最後我扒了半個多小時。哎，住他媽7年了，雙向水槽頭一次用上，然後我開始了漫長的刷蝦環節。你說哪個你不得挨個收拾？萬一吃我嘴裡呢？刷蝦、去頭、去線、開背，這點蝦我收拾他媽3個多小時。你瞅着一層油花。這個肉片等會兒炸完了啊，你擱嘴裡咯吱一咬，滋滋冒油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！我可他媽不願意整這玩意兒了。收拾完了先炸，炸完了還得燉，扒得磨磨唧唧的，還沒人收拾桌子。誰說上我家想吃點小龍蝦，我都想給他門牙刨掉了。這個豬腿也進入最後步驟了。我就喝多來的，非說切豆角絲兒，這絲兒切的剛我擱在蒜蓉的出鍋了啊！再來一鍋13香的。咱說一個家用廚師必須要做好時間管理，你的菜可以做得慢，但必須一起好，要不然你上桌之後吃的全他媽剩飯。介紹一下今天的菜品啊：13龍、鍋肉、烤蹄兒、豆絲兒、蒜香龍啊，反正就這麼幾個菜，隨便家裡吃一口，我們就開吃了。你趕緊訂外賣吧，你還尋思啥呢？